但尽量别给车里抽烟啊，有味儿。Hello， 兄弟们，咱们今天来看的车型是别克致敬 E7，这个呢是它的钥匙。因为这台车目前还是处于预售阶段啊，没有上市，所以今天咱们就简单看一眼这个车的外观内饰部分，之后有机会咱们再试驾一下。这是它的前脸，车顶这里可以看到有激光雷达和摄像头呢，是用于辅助驾驶的。下面这个进气格栅，从它这个翻折的形状来看，应该是一个主动闭合式的。灯组呢，它是采用了分体式大灯的设计啊，上面这里是一个 C 字形的日间行车灯，下面这里是它的远近光灯，都是 LED 的。你从侧面瞅这个车头呢，它前面呢是做了一个圆弧形的处理啊，另外呢，前保险杠是有6个雷达点的，这个车带前倒车雷达。整车尺寸为长4850，宽1910，高1676，轴距为2850。定位呢是一款中型的 SUV。那整个车身的线条设计呢是这种比较圆润的感觉啊。咱们从车身侧面看啊，它是没有那种很明显的分界线的啊。从侧面可以看到，后排玻璃是采用了一个隐私玻璃的设计。那这种好处在于可以很好保护后排玻璃的隐私。悬挂呢是采用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挂结构，它这里还贴了一个预瞄式 RTD 连续阻尼可变悬挂。这个呢其实就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和我们的驾驶习惯调节悬挂的软硬程度。轮毂呢是采用了这种铝合金材质的啊，中间呢是搭配了一个低风阻的轮毂盖，还是这种亮面的啊。然后轮胎用的是米其林的。轮胎尺寸为235/50R20的尺寸，这个呢是它的尾部，尾灯这里呢是采用了一个贯穿式尾灯的设计，中间呢是一个会发光的字母 logo， 然后往两侧延伸，有点像这个翅膀展开的感觉啊。另外两侧可以看到有辅助驾驶的小蓝灯，下面保险杠呢是有6个雷达点的，这个车带辅助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停车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后备箱这是一个电动开启的啊，下面这里有个按钮，按一下，那么这个就是后排座椅没有放倒的一个状态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空间表现啊，比较方正的感觉。然后在左侧这里呢是有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的，挡板下面大家看一下啊，是做了一个下沉式的空间，里边可以放一些咱们的随身用品，还有一些它的随身工具之类的。后排座椅这里呢，它是支持4:6比例去放倒的。放倒之后，大家看一下啊，整个空间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拓展啊。这个后面是有点小斜坡的啊，但是铺个小垫啊，躺人休息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主驾驶后侧这里呢是它的充电口，里边快充慢充都有，而且还支持对外放电功能，出去玩啊咱们可以接个电啥的。副驾驶后侧这里是它的加油口，里边标注加92号汽油。前机盖这里是采用了一个液压杆的设计啊，然后机盖上面可以看到是配有隔音棉的。那这台顶配版本的动力方面采用了 1.5T 的发动机，搭配前置的单电机啊，系统综合功率为280千瓦，系统综合扭矩为560牛米。电池呢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的电池，电池容量是32.6度，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在 CLTC 工况下可以跑1600公里。当然了，这个也要根据我们实际的用车情况跟当地的温度来决定。当然了，它也有 1.5自吸的版本啊，中配跟低配，这个根据我们需求选就可以了。然后这块是加玻璃水的啊。门把手这里是采用了一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把手伸进去呢，轻轻摁一下，车门会弹开。然后后视镜这里呢是带锁车自动折叠的啊，上面有这个小车带后方来车提醒功能。背面可以看到带辅助驾驶的小蓝灯啊。另外呢，前后排的4门玻璃啊都是采用了双层的夹胶隔音玻璃。打开车门看一下啊，门板下方这里是有一个储物空间，这里大概能放3瓶可乐的样子，差不多。那现在咱们上室内啊，看看怎么个事儿。来，兄弟们，简单看一下内饰的设计啊。整体颜色方面是采用了这种灰色系的颜色，然后2块屏幕，仪表台上方有一个 HUD 的抬头显。整体设计风格呢是现在新能源比较流行的这种简约风格啊，但是呢，中控屏下方这里它仍然保留了空调开启的实体按键啊，好评。在 A 柱这里呢是有一个疲劳监测的设置啊，比如说你开车闭眼睛了或者迷糊睡着了，它会提示你。中控屏呢是采用了一块15.6英寸的液晶屏幕啊，然后它的芯片用的是高通骁龙的8775芯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车转动的一个流畅度，画面还是非常清晰的啊。然后里边它也是搭载了各种各样的 APP 供我们使用，连接手机的方式这里可以看到有苹果的 CarPlay、CarLink， 这里还有一个华为的 HiCar。另外它这个车呢是有一个5横健康空间啊，这个挺好，我觉得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有恒温、恒湿，然后恒洁、恒静、恒氧。你看这个恒洁，它把这个滤网的剩余生命都给你标出去了，还剩98%。它这个作用就是让车内的这个空间时刻保持一个恒定的状态啊，让人感觉很舒服。另外呢，它还有一个过滤空气的作用。如果说有人给车里抽烟，你可以点击这个一键换新，哎，它就会通过这个吹风口把烟给它吸走。
但尽量别给车里抽烟啊，有味儿。仪表屏呢是一个8.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上面会显示一些车辆信息之类的。再看一下整体的做工用料方面啊，方向盘这里呢是采用了一个皮质包裹的材料，握感呢适中，两侧设置了一些功能性的按键。然后方向盘这里呢，它是支持前后上下4项调节的。另外，挡把呢是采用了一个怀挡的设计。那整个内饰啊，几乎能摸到的地方都是这种软质和皮质包裹的。仪表台上方也是一样啊。然后周围呢是搭配了一圈彩色的灯带，你可以在中控屏里去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啊，也是增加了整体内饰的一个氛围感。副驾驶下方这里是有一个手套箱的啊，里边可以放一些咱们的随身用品之类的。在中控下方这里有2个放手机的地方啊，左边这里支持手机无线充电，还有降温功能。中间这里呢有2个杯架啊，还有这种弹出式的限温器。然后中央扶手箱这是一个双开门的啊，这里边空间大概能放3到4瓶可乐的样子，差不多啊。然后里边呢是有3个香薰系统的，这个呢你就可以直接在中控屏里去调节啊，喜欢哪个选哪个，浓度的话呢自己调。中控下方这里它是做了一个镂空处理啊，可以放一些咱们的随身用品之类的啊。这里边挺深，里边还有一个 USB 的充电口啊，2个 Type C 的充电口，这里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座椅呢，它都是采用了这种皮质包裹的材料啊。我刚才问了一下销售，他说这个叫悬浮层座椅啊，据说是跟劳斯莱斯同款的。然后你看贴合身体这一层的话呢，它是比较软的啊，包括座椅这里也是。你在往下坐或者是往里靠的情况下，就是有一定支撑性了。然后副驾驶这里是带了一个电动的腿托的，而且副驾驶这个座椅呢，它是带零重力座椅模式的。而且前排这2个座呢，你可以把这个头枕卸下去，然后把这个靠背呢向后翻折，可以跟后排座椅连上，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大床房模式啊。平时如果说上班累了，或者是出去玩啊，都可以躺车里去休息一下。音响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杜比全景音的标识啊，全车一共是20个扬声器。主驾驶头枕这里可以看到它也是带音箱的啊，头枕音箱，我建议你们自己来听一下啊，我感觉还不错。然后前排2个遮阳板里也看一下啊，都是配有化妆镜的。啊，这个呢都是有补光灯的啊。然后副驾驶上方这里配了一个拉手，整个棚顶它是采用了一个分段式天幕的设计啊，打不开，但是呢前后都是有遮阳帘的，前面是手动的，后面是电动的，夏天不晒，冬天的话还能采光。安全配置方面呢，这台车全系标配是6个气囊，顶配是7个气囊，多了一个中央安全气囊，防止发生碰撞的时候前面2人脑瓜撞一起的。另外呢，像主动刹车呀、车道偏离预警、车道保持辅助、前后雷达、360环影和 L2 级别辅助驾驶，这台车都是全系标配的。而且中高配的话呢，还带城市和高速的导航辅助功能。当然了，具体的配置参数我们还是要以上市之后为准的。那么现在我把前排座椅调整成我正常的驾驶姿态啊。那么众所周知呢，我是1.72米大个，咱们可以看一下前排座椅预留的距离，一镜到底上第2排，看一下它的空间表现怎么样啊。进来坐好，大家看一下啊，大概还有3拳左右的距离啊。这个空间，翘个2蹬腿没啥太大问题。然后中间地台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微微的小隆起啊，实际肉眼看不出来。坐在中间的话呢，其实也感觉不出来啊。然后中间这里是有独立的出风口的，这是一个冰箱调节的界面啊，是一个冷暖冰箱，冰箱在下面啊。这里有个冰箱，夏天咱可以冰着点饮料啊，冬天可以喝点热乎水。然后中间这里还有2个 Type C 的充电口。那前排2个座椅后方可以看到，它也是预留了安装平板的接口，包括啊小桌板啊，这2个座椅后面都是有的。棚顶中间这里是带了一个娱乐屏的啊，中配高配都是有的。然后两侧呢是阅读灯，而且这个阅读灯是可以调节它的色温跟亮度的。而且呢，两边这个灯包括这个屏幕啊，我把这个曝光降低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都是没有那种频闪的闪烁的啊。那这种好处在于你长时间观看的话，眼睛它不累。后排靠背呢是设计了2个可拆卸的头枕，而且这个角度呢是可以通过门板上的这个按钮去调节它的俯仰角度的。然后中间这里呢是一个中央扶手啊，里边有2个杯架啊，这是一个拓展件应该是。座椅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分成2层啊，上面这层叫悬浮层座椅嘛，比较软啊，然后你再往下坐的话呢，它就有一定支撑性了。两边这个座椅都是一样的啊，但是中间这块的话呢，因为没有上面这层嘛，所以说相对来说啊，就稍微有一点硬了啊。再搭配上小靠枕呐、小腰靠啊，那整体坐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后排头部空间看一下，我把靠背呢调到最后方的一个位置啊。这大概还有2拳多的一个距离。那如果是一个正常坐姿的角度啊，到这个棚顶边缘部分的话，大概还有1拳02指的距离。
目前这台别克致敬17呢，一共是有3款配置，预售价格是16万到21万。我也问了一下店面啊，它的上市时间大概是在4月22号，感兴趣的兄弟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估计上市之后呢，这个价格肯定还是会有惊喜的啊，但是具体的价格和配置参数呢，我们还是要以上市之后为准的。从这个车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合资品牌在新能源市场确实已经开始发力了啊。那问题来了，兄弟们啊，如果你的预算在17、18万的情况下，或者是21里吧，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车型呢？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之后还想看什么车？点赞关注，我是高航，下期再见。